今天我们来讲华夏的人鱼神话故事，还要从一个诡异离奇的上古神话开始说起。《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这样一段至今都无法解读其含义的记载，原文字面上的大意是这样的：在颛顼死去的时候，从北方刮起了强风，天上还涌下来一股大水，彼时蛇开始变化成鱼，而死去的颛顼也正是在蛇变成鱼将成未成之际，脱体鱼的身躯获得了重生，被称为鱼腹。这是一段信息量很大，但是每个信息之间又几乎没有关联，看完之后让人似懂非懂，摸不着头脑的记载。但就是这区区45个文字，成了华夏人鱼神话漫长演变历程的发端。记载中的鱼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山海经》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这段话里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信息，还是为我们探究真相提供了蛛丝马迹。原文说到，有鱼偏枯，名曰鱼腹。所谓偏枯，就是半身不遂，即现在我们常说的偏瘫。在远古时代，偏枯还有另一个特殊的含义，它是巫的重要特征。上古传说中，大禹是偏枯这一疾病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患者。很多古籍中都提到了大禹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也就是患上了半身不遂，行走时两腿无法交替迈步，只能一腿前拖，一腿后随，形成跛行的剪刀步态。这种独特的步态也被称为禹步。在大禹之后，这种禹步居然被发扬光大，在巫界盛行起来，成为巫戏们在寄望获得神力时的标配动作。所谓巫步多语，俗巫多笑禹步，偏枯变成了一种仪式化的巫舞步法。那么偏枯的鱼腹就很有可能与巫有点关系。原文中还提到了鱼和复苏，所谓复苏也就是死而复生的意思。关于鱼和复苏之间的关系，大脸怪在往期视频中详细介绍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反观华夏神话的记载中，同时与鱼和死而复生这两个元素发生关系的，有且只有传说中的底人。《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说，底人国在建木兮，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而《淮南子·地形训》中则补充说道，后继陇在建木兮，其人死既复苏，其半为鱼。这种在建木兮其半为鱼的人，明显指的就是底人。他们死既复苏，能够死而复生，而底人之所以出现，则必与建木这个显赫地标产生关联，则说明他们的身份也与巫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建木作为远古神话中通天的神树，是只有天帝和大巫才能上下的天梯，底人自然不可能是天帝，那么他们则只可能是巫，而且还是守护建木的巫。其背后的本质可能是一个以鱼为崇拜对象的部族，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的通神体系，并且可能认为人死后灵魂进入水中会变成鱼，从而获得重生。这样一来，偏枯的渔妇身份似乎开始清晰起来。巫在远古专指女性，这与渔妇的妇契合，所以她极有可能是一位能够施展羽步来获取神力，甚至帮助人们实现死而复生寄望的半人半鱼的大巫。如果上述的推想还仅仅是似有若无的文字之间的关联，那么一件6000多年前的文物的出土，则能稍稍印证上面的结论，并非完全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上个世纪50年代，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了一件陶盆，这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代表性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距今已经有至少6000多年，被称为人面鱼纹彩陶盆。其上绘制的图案则是一个典型的半人半鱼的形象，而这件文物的用途则更是让人浮想联翩。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想不到，它竟然是6000多年前先人们用来收敛夭折婴幼儿的陶瓮盖子，一般称其为瓮棺盖。大脸怪认为，之所以要使用这样绘制有特殊图案的棺盖，有可能正是半人半鱼的巫为夭折的婴幼儿祈祷复生，人鱼合体的图案正是具有死而复生能力的人鱼巫。总而言之，华夏有文字记载了最早的人鱼，可能与美丽妖娆毫无关系，但却是古人对死而复生寄望的化身。然而，人鱼神话的沃迁与演变，这才刚刚开始。《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和鱼腹不同的另一类人鱼，从大的方面，它们可以被划分成两种，一种是具有具体名字的人鱼，另一种是泛指的人鱼。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南山经中说，其中多赤如，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戒。在九尾狐所在的青丘山所处的阴水里，有很多赤如，它们形状像鱼，但是长着人的面孔，发出的声音像鸳鸯的叫声，又堪称上古十全大补食谱的山海经还不忘交代一下赤如的实用保健功效，吃了它的肉可以不长疥疮。如字本身并没有其他的含义，就专指赤如。
它鱼字旁表形，虚字表身，可见是一种红色的鱼。原文说其中多赤鲈，说明赤鲈并非个体，而是一个种群。现实中脸长得像人的鱼并非不存在，恐怕这种赤鲈也是头脸貌似人面的一种红色的鱼。况且能知道它食之不芥，说明有古人曾经不止一次品尝过，那么它必然是一种数量较多并且容易捕获的寻常动物了。海内北经中又说到，鳞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生活在海中的鳞鱼显然比赤鲈更接近于人，它拥有人类的面孔和四肢，但身体仍是鱼身。鳞字有大土山攀登的意思，生活在海中还能攀登在大土山上，倒很像现实中的一种动物海鬣蜥。手足、鱼身在海中，海鬣蜥都完全符合，唯独就是这个人面稍稍有点牵强，或许远古人看到的是另一种更像人脸的海鬣蜥，也未可知。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不少泛指的人鱼，比如西山经中说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域，多人鱼。又比如北山经中说其中多人鱼，其状如蹄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吃疾。所谓蹄是指有四只脚的鱼，那么这种叫声如婴儿的人鱼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常见的娃娃鱼，也叫大鲵。山海经说吃了娃娃鱼的肉可以防止或者治疗痴呆之类的精神疾病，不知道有没有人验证过。还比如中山经中说燕染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如洛，其中多人鱼。还说到阳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鱼。我们注意到这些泛指多人鱼的河流全部都注于洛，最终汇入了洛水。洛水是一条真实存在的河流，而且在远古时与黄河并称河洛，可见其在古人心中的地位。说到了黄河，黄河之神叫做河伯，据狮子等古籍中的记载，河伯也是一位人面鱼身的巨人。此外，中山经里还有两处记载，一处是吴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行，其中多人鱼；另一处是泗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鱼。在山海经中，以洛水的上游水系为主，尤其是中山经所记载的地域，竟然成了人鱼生存的聚居地。可见这种人鱼不仅数量可观，十分常见，而且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有极大的可能也是某种真实的鱼类。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了，以后有机会再单独制作内容和大家深度掰扯。直至秦汉时，人们认知中的人鱼还都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始皇皇陵地宫有这样一句记载，以人鱼膏为主，度不灭者9之。秦始皇地宫的长明灯里使用的是人鱼的油脂制成的膏状燃料。对于史记中所说的人鱼，现在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就是前面提到的大鲵，另一种认为可能是鲸鱼。秦汉时期，动物油脂是当时最主要的照明燃料之一，所谓人鱼膏必然是某种比较稀有的鱼类脂肪。不论是哪种观点，都说明彼时的人鱼大概率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且是某种鱼类。汉代的画像石上还出现了一种人体的部分与鱼体的部分组合而成的人鱼，人鱼的主体还是一个戴冠的人物形象，左右手中各拿有盾和刀剑，和驱鬼的方向是有相似之处，有可能也是一位驱逐异鬼的巫戏。等到了汉代之后的魏晋时期，人鱼的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晋朝干宝的《搜神记》卷12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意思是说，在南海之外有一种叫做鲛人的生物，他们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中，却不荒废纺织的技艺，他们哭泣的时候眼泪就能化成珍珠。南朝人人坊的《血异记》中有另一段关于鲛人的记载，大意是说，南海出产一种名为龙沙的丝绸，是由居于水底被称为全尸的鲛人秘密制成的，价格高达100余斤，穿着用它做成的衣服，即使进入水中也不会被浸湿。自此，鲛人横空出世。那么问题就来了，鲛人和上古的人鱼之间是否有继承关系呢？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答案可能是否定的。1991年，敦煌佛岳庙湾1号西晋墓出土了大量彩绘画像砖，其中就有一块人首鱼身形象的画像砖，旁边隐约有题记鱼儿二字。这个鱼儿很可能就是泥鱼的意思，就是山海经中其状如蹄鱼的人鱼，甚至有可能也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人鱼膏的人鱼。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在南唐里边的清陵中发现了一座人鱼陶俑，陶俑的形象和西晋画像砖上的非常相似，又同为出现在墓葬中，可见是属于同一类的名器。
这说明上古的人鱼形象从西晋一直持续到了五代十国的南唐，时间跨度超过了600年，覆盖了鲛人神话诞生的时间。这说明历史上上古人鱼和鲛人曾有相当长的一段并存时期。鲛人很明显已经不是鱼，而是生活在海里的人。关于他们的样貌，后世有不少的目击报告，我们稍后会详细说到。鲛人除了纺织龙纱以及气类沉珠的神能之外，还拥有善良的人设，因此后世就流传了很多鲛人报恩的传说。比如在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简短的故事。一个鲛人从海中出来后，借住在一户人家里，他每天辛勤纺织成绢后到市集上售卖，一连在这户人家住了很多天。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向主人要来一个盘子，拖着盘子哭泣流泪，泪珠顷刻化成珍珠，装满了盘子。鲛人随后把这盘珍珠送给了主人，以报答多日以来收留他的恩情。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但是都大同小异。值得一提的是，初期的鲛人并非都是女性，而是男女都有。从各种当时的记载来看，他们似乎是只能生活在海里的一种人类，而且还与陆地上的人之间有频繁的交流沟通。从魏晋以降直至宋代，鲛人完成了外形美化和女性人格化的演变，不过他们失去了纺织和气珠的神能以及善良的人设，并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海人鱼。北宋的《太平广记》卷第471引洽文记中首次出现了对海人鱼极其详尽的记载。原文的大意是这样的：大的海人鱼身长5-6尺，形状像人，眉毛、眼睛、嘴巴、鼻子、手指、指甲、头颅都长得像美丽的女子一样，一应俱全。皮肉洁白如玉，身上没有鳞片，长有细毛，颜色五彩缤纷，轻柔细软，毛长1-2寸，头发像马尾巴一样，长达5-6尺。生理特征也与普通男女没有什么不同。原书一诗，但被记录在《清说服》卷118中。宋代的《卒异记》里记载了一则目击海人鱼的小故事。宋代的大臣查道在奉命出使高丽时，有一天晚上把船停泊在一座山下，远远的望见沙滩上有一个妇人，穿着红色的衣裳，双臂裸露，发髻散乱，手肘后面隐约可见红色的旗状物。查道命令水手用竹篙小心翼翼地把他搀扶到水中。那妇人入水之后，居然仰面翻身，望着查道拱手作揖，随后感激留恋地潜入水中消失了。水手疑惑不解地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在海上从未见过。查道说：这是人鱼啊，它能与人交合，这就是水族动物特有的性情啊。到了宋朝时，人鱼已经演变成美丽的妇人，并能与人交合。这两个特性让人鱼的演变走向了另一个不太光彩的极端，成了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情欲幻想对象。所以洽文记里说：临海鳏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益，亦不伤人。到了晋古时，人鱼又产生了异变，从美的叫人怜爱，变成了丑到惊心动魄。清中叶戏曲作家沈启凤的《邪夺》中有一篇《鲛奴》，是一则情节比较生动的鲛人气类沉珠报恩的故事。其中鲛人的外貌是闭眼全须，黑身似鬼，绿眼睛，卷毛发，身子黑黑的像鬼一样。如果这个鲛人还丑得不够尽兴，那么清代康熙朝的画家聂璜绘制的《海洋生物图鉴》《海错图》中的人鱼绝对能够倒足诸君的胃口。图中人鱼的身长和人的身高差不多，皮肉发黑，头发发黄，手脚、眉毛、眼睛、嘴巴、鼻子都齐全，生理结构也与人相同，背上有鳍，呈红色，身后有短尾巴，以及手上有蹼。不能不说，已经丑到了惊心动魄，和以前那个肤白貌美的美鲛人可谓判若云泥。以上就是华夏人鱼神话的大致演变历程，从上古的大巫到海中的美鲛人，再到丑得不堪入目。华夏的人鱼神话从现实走向虚幻，又从虚幻回到现实。也许扑朔迷离的过去和尚未可知的未来之间，本身就是一个闭环。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下期再见。